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塊區域自從我們買下來以後呢，一直就沒怎麼管理。今天呢，我們打算把這裡給它清理出來，看看到底從哪裡開始開挖。這裡下雨又塌了一塊，大家看，還好給它買下來了。還有這裡也塌了一塊。最近幾天都是雨，而且是那種大雨。我們先把這裡砍開，像這種沒有必要的樹就砍掉。他說的是後面那3棵梧桐樹，給它留着，其他的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們就從這裡把它砍開，砍開的話蚊子也要少一點。这裡還是非常危險的，因為就是在懸崖邊上，而且這裡的土質還不太穩，土質疏鬆。起霧了，我們這裡就是在霧蒙蒙中的，以後把這個牛圈拆掉了，然後這裡的視野就更廣闊。但是目前我們還是沒有打算拆掉的，因為目前給它拆掉了，那些柴火就沒有地方堆了。大家看我們這個房子是不是有一點向外傾斜？看着確實是有一點傾斜。其實面積還是挺大的，這裡難以想象我們挖的時候到底有多難挖。這麼大一塊挖出來的泥還是有幾方的，差不多邊界就是安業站的那個位置，因為從它那裡對過去的話，剛好我們的後屋檐那一條邊界線是對過來的。不過大叔說，我們要把這裡修的話，就給它修漂亮一點。他說往後延展一下的話也沒有問題。對，到時候我們就修得更，安全一些，更直觀一些，更漂亮一些，是不是？嗯。小心一點，站在旁邊太危險了。這裡都還有竹筍呢，以前這裡和竹林它是一體的，然後有修路呢，就把它一分為2了。這些雜草到時候就等它乾了，一把火燒掉。其實之前大家跟我們說1500還是有一點貴，但是我們覺得可以了，因為我們這裡如果是按照徵收面積，按照平方來算的話，也是差不多，所以我們覺得就要，他既然同意賣，那我們就及時的給他拿下。有一些他是賣，他都不愿意賣的，無論你拿多少錢，他都不願意。
大家看這個面積還是挺可以的，是不是？相當於一小塊土了。但是這裡不能用來種菜，因為這裡它沒有泥，全部都是碎石、風化石，還有那一些樹根。大家看這塊地呢，就已經清理出来了。沒清理之前感覺還不是挺大的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後清理一出來，感覺還是有一點面積的。然後呢，我們是這樣規劃的，在過一段時間呢，把這裡拉一條直線，然後一直對出去，就把這裡全體呢給它挖下去，跟下面牛圈那裡的地的話，給它挖一樣平。然後這裡面挖低了以後呢，我們就打算那個排水渠一直從這裡通到外面去，把这个排水渠用那个水泥给它硬化一下，避免那个水流呢把下面给它冲的稀烂。然后再用那边的，就是我们廚房那邊的那種110的大水管，直接從這兒架到馬路邊上，讓那個水流呢可以衝到馬路邊的那個排水溝裡面去，這樣的話就不會侵蝕我們這個崖壁，就變相的保護我們這個崖壁了嘛，防止它坍塌。到時候我們這裡開挖以後，這些泥土就可以用來填方，填我們的院子也好，填房間裡面的那些地坪也好，這些都可以給它合適的運用上。到時候這裡挖下去以後呢，那條排水溝就相當於我們這塊地和叔叔的森林做一條邊界線，邊界分明，對不對？對，上下都分明了。對，下面是我們的，上面是他們的。我們把這裡清空了以後呢，這裡的視野也非常開闊，是不是？對，這裡風景很美。對，要把下面的這個斜坡完全的給它挖平。對，挖平了之後呢，和牛圈下面保持一致的高度。上面呢就是一道坎，相當於一個寶坎一樣的。下面是我們的，上面是叔叔他們的，這樣在我們的這一塊地上就不會有叔叔他們的半分地，對不對？對，這樣以後就不會起什麼爭執，是不是？對，雖然現在也沒有產生什麼爭執，但是在農村最主要的就是邊界問題，因為邊界產生爭執的也很多，這是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我們一直很強調這個邊界分明非常重要。而且我們把這個排水溝挖起來以後呢，還有一個好處，它的水不會往我們這個便池裡面排了。每次下大雨的時候呢，那些雨水全部往裡面走，然後一直持續的下的話，裡面很快就會溢出來。在我們開挖這條斜坡的時候呢，這些圍欄肯定是要拆掉的，因為它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，是不是？對。而且這裡面，如果我們把它整體挖下來的話，這個高度是非常高的，接近有2米，接近3米吧，我覺得肯定接近3米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2米多吧，對不對？這麼高的高度，我們也不用攔那些圍欄啊什麼的，是不是？因為這麼高也沒有人可以從這裡下來。對。它的安全性也好一點。所以就省去了圍欄的煩惱。對，這也是一個好處。